亞特蘭蒂斯最大的問題可能不是我們找不到它，而是它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被找到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的衛星分辨率已經能夠看清你家的屋頂，但在這個科技透明到幾乎沒有秘密的時代，我們卻死活找不到一個被聊了2400年、號稱統治了全人類想象力的地方——亞特蘭蒂斯。更奇怪的是，到底是什麼使它每隔幾年就會被找到一次？海底的同心圓、沙漠裡的巨岩、某段模糊的聲納圖，甚至連谷歌地圖上的一團陰影都會被拿出來說事兒。說實話，我跟你一樣，每次看到這些新聞都會莫名的興奮，我會忍不住去想，如果萬一這一次是真的呢？我們現在的文明史是不是要被徹底重寫了？可問題是，每一次所有的興奮最後都停在了同一個地方：證據鏈斷裂。沒有獨立文獻，沒有地層連續性，沒有可複合的採樣。所以今天我不想跟你聊玄學，也不想聊預言，我們乾脆換一個角度，不再把亞特蘭蒂斯當成一個傳說，而是把它當成一個證據鏈的尋根之旅。當你真的用文獻、地層、年代層去衡量它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有些東西你越是順着證據去尋找，越會發現它不是沒有找到，而是從一開始這件事情就有點不對勁。而當你真的順着證據去往回追，你很快就會發現一個事實：關於亞特蘭蒂斯，我們手裡幾乎所有的線索最終都會指向同一個源頭——柏拉圖。我知道你肯定聽過這個名字，但你有沒有仔細想過，為什麼偏偏是他寫的東西能讓我們信2000年？我在網上查找關於對話錄資料的時候，心裡一直有一種感覺，他不是在講故事，而是在做設計。柏拉圖沒有用很久很久以前這種童話開頭，他設定了一個極其宏大的引用鏈。他告訴我們，這個故事是他的表弟克里蒂亞講的，而克里蒂亞是聽他90歲的爺爺講的，而爺爺呢是聽大執政官梭倫講的。最後，梭倫是在埃及旅行時聽祭司講的。你發現這個套路了嗎？他搬出了一堆歷史名人為他實名背書，就相當於今天有人發了微博，而那條微博後面跟了一連串學術大佬轉發。在傳播學裡，這種做法叫權威借力。我後來發現問題就卡在這一步，引用鏈只能證明敘事被設計得很精巧，但並不等於事實被證明。而且更關鍵的一點是，別忘了這2本書的題材是哲學對話錄。對話錄是什麼？它不是歷史檔案，它更像是一種思想舞台。作者允許他把人物、時間、細節寫得像真的一樣，目的不是留下史實，而是讓你進入他的論證。你可以把亞特蘭蒂斯理解為柏拉圖寫給當時雅典的預言。他想通過亞特蘭蒂斯的故事告訴雅典，一個國家越富足、越強盛，越容易從自律滑向傲慢，而傲慢的盡頭就會崩塌。所以在柏拉圖那兒，亞特蘭蒂斯可能根本不是地理坐標，它更像是一個被精心設計出來擺給雅典看的反面教材，也是給雅典的警示片。但問題來了，就算它是預言，為什麼它能讓我們這麼上頭？答案就是細節。柏拉圖筆下的亞特蘭蒂斯細節像素高到嚇人，他寫城市結構，中心是同心圓，3層水，2層路，中間是神廟。他寫制度，10位國王共治，定期聚會議事，把法律刻在3銅柱上。他寫資源，有大象，有礦產，有一種叫做3銅的紅色金屬，地位僅次於黃金。他甚至寫得像軍方的預算表，戰車多少，戰艦多少，兵力怎麼配比。我看到這裡的時候，第一反應是這也太像工程驗收報告了。可如果沒有原型，他怎麼又能寫得這麼乾巴巴又這麼精確呢？但是後來我想明白了，這種細節感可能恰恰來自於柏拉圖設下的邏輯誘餌。我們的大腦有個漏洞，當一個故事細節足夠多，結構足夠自洽，我們就會下意識地覺得這應該是真的，而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放鬆最關鍵的追問：證據在哪兒？這就是困住人類2000年的第一道牆，細節帶來的真實感。你看，我們今天很多未解之謎都靠這一招續命。給你一堆細節，你可能就會忘了問，它是不是只有一個信源？它是不是沒有獨立的互證？它是不是根本沒有辦法複合？好，柏拉圖這一關，我們先記住這一個關鍵點：敘事很強，但證據很弱。那亞特蘭蒂斯為什麼後來又變成了全球的執念？這就進入了下一段，它是怎麼火起來的？其實，在漫長的中世紀，亞特蘭蒂斯並不熱門。它真正的爆紅是在19世紀，有一個叫唐納利的美國人寫了一本書，叫《亞特蘭蒂斯：大洪水前的世界》。他做了一件跨時代的事兒，把大西洋兩岸的金字塔、洪水傳說、相似的神話符號全部摻在了一起，然後得出結論：他們必然有一个共同的母體。你看，他並不是在考古，而是在做拼圖。在那個沒有基因考古、沒有碳14的年代，這套推理極其絲滑，聽起來也十分合理。但問題是，相似性不等於同源性，也就是說像，但不代表它們來自同一個地方。我們在面對相似現象時，很容易跳過中間的驗證步驟，從而直接給出一個共同源頭的答案。不同文明在相似條件下，可能會獨立發展出類似的形態，
我們換個角度想，金字塔這種形狀本來就特別穩，不容易倒塌。關於洪水的傳說也可能來自於共同的自然經驗，那就是海平面的變化、河流泛濫、極端氣候。但唐大利的時代需要一個更浪漫的答案，那就是一個失落的母文明。於是亞特蘭蒂斯從希臘預言升級到了全球尋根，然後更致命的接管來了，那就是流行文化。從早年海底2萬里帶來的神秘感，到後來迪士尼動畫，再到 DC 宇宙的海王，亞特蘭蒂斯被不斷複寫。這些影視作品其實偷偷的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副默認眼鏡。當我們戴上眼鏡，腦子裡的亞特蘭蒂斯似乎就應該長成這樣：閃着藍光的建築，超越時代的科技，巨型的圓環結構。我們閉眼想一下，8成是這個畫面，對吧？於是現在的處境變得非常的詭異。我們去海底找東西，其實是拿着好萊塢的劇本去對照地質景觀。你看到衛星上出現一個同心圓，第一反應不是這是什麼地質結構，而是這像不像亞特蘭蒂斯？這就是認知模板的威力，它讓像變得比證據更重要。模板裝好了，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真正殘酷的部分——科學卡尺。每隔幾年就有新聞說找到了，說實話，我也有好幾次被這種標題勾了進去，每一次都會想這次會不會真的不一樣，但每次到最後拿科學卡尺一量，結果每次都對不上。第一個，圣托尼尼島。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火山噴發，確實毀滅了米諾斯文明。地理像，災難像，遺址也像。但我對比了一下時間，他們兩者相差了整整1萬年。可能會有人說，會不會時間單位記錯了？會不會超多了一個0？這個當然也可以討論。邏輯的紅線是誤差可以討論，但你不能為了對齊結論而隨手改掉題幹，那叫作弊，不叫考古。第二個，比米尼大牆，巴哈馬海底那些整齊的石塊，看着像極了人工鋪的路。我當時盯着這些照片，也在想，這下總該是實錘了吧？可地質學家的解釋卻很掃興，那些看起來像碼頭一樣的東西，本質上是一種叫海灘岩的天然岩石。石頭被冷卻、擠壓，慢慢失去水分的時候，內部的壓力一旦釋放，就會自己沿着最省力的方向裂開，而且裂得特別的規整，看上去就像一塊巧克力一樣。第三個，撒哈拉之眼。同心圓尺度、顏色真的像到離譜，幾乎就是柏拉圖文稿的視覺版。但最後我不得不問一個讓自己冷靜下來的問題：如果這裡真的是一個號稱統治周邊的文明中心，那它除了長得像以外，為什麼我們找不到一點文字，同時也找不到冶金的熔爐，找不到連續生活層的垃圾？是的，你沒聽錯，是垃圾。因為你可以偽造神殿，但你偽造不了幾百年隨手扔下來的垃圾。因為文明最誠實的證據，從來不是他想展示什麼，而是他懶得處理什麼。因為只要有人類長期生活的地方，一定會留下大量的連續的難以偽造的垃圾痕跡。所以這一段我們先收個結論：像永遠不等於是。很多朋友會覺得科學家太掃興，但我想幫你把這件事情講透。科學家並不是在針對亞特蘭蒂斯，而是在守護一整套證據的金字塔。用大白話來說，就是你得能拿出讓別人複查的硬通貨。第一，文獻互證，不能只有柏拉圖一個人說，我們至少要在另一份不相關的文明記錄裡，哪怕一句話，只要能對上時間和災難就很關鍵。第二，地層連續性，你不能只給我看一塊石頭，我們要看到連續的人類活動層、陶器、食物殘渣、居住痕跡、墓葬、工具，要有烟火氣，而不是看起來像建築。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，可重複採樣，你發現的東西別人去也能採集到。同地點、同層位、同方法，能不能複現？科學最怕一次性奇觀，它需要的是全世界實驗室都能驗證的東西。到這裡，我們就可以把邏輯錨點釘死。亞特蘭蒂斯最大的問題不是我們找不到，而是沒有任何發現能通過這3項審計。那有人會問，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，它存在過，但是被抹掉了？好，這就進入了硬核地質。既然柏拉圖給出了大概12000年這個時間點，我們就來看看那個時候的地球發生了什麼。地質學裡有個著名的名詞叫新仙女木期，簡單的說就是地球正在變暖，突然氣溫斷崖式下降，持續了上千年，然後又突然爆發式回暖。這對於文明來說不是变冷变熱的問題，而是環境規則在短期內被改寫。伴隨着回暖的是冰蓋融化，海平面總體快速上升。雖然學術界對上升的幅度、速率、同步性還有爭議，但大背景是確定的：海平面上升，海岸線在回縮。更殘酷的邏輯推導在這裡，如果那個時候存在一個極度依賴海岸線的貿易文明，在幾百年內海平面巨變，他們的城市、碼頭、倉儲、航線中樞很可能被迅速吞沒。隨後的1萬多年裡，鹽水腐蝕金屬，泥沙填滿結構，海底沉積覆蓋遺址，板塊運動撕裂地基。所以邏輯上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，它就像一粒鹽倒進海裡。在統計意義上，它確實存在，但是在現實操作層面，這粒鹽已經無法被單獨提取。但我必須強調，這不是在證明它存在。
這只是在解釋為什麼即使存在，也可能難以確認。最後，我們聊聊人性，為什麼我們死活不肯對亞特蘭蒂斯放手？傳播機制裡有一個鐵律，那就是懸而未決永遠比塵埃落定更有生命力。如果明天真的挖出亞特蘭蒂斯，它可能很快變成一個普通的景點，賣門票、賣冰箱貼、賣周邊，它身上的光環不久就會熄滅。亞特蘭蒂斯之所以找不着，是因為它已經成了全人類的一個認知誘饵，它滿足了我們對黃金時代的渴望，以前更好、更高級、更神秘，我們越找不到，越在內心給它加戲，它成了現在這個平庸世界之外的一片淨土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在找一個地方，而是在找一種情緒的出口，那就是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大的秘密沒有被發現。好，讓我們最後做一個大膽的假設，如果明天關於亞特蘭蒂斯的證據確鑿了，有年代感，有互證文獻，可以重複採樣，那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？那意味着我們的人類史可能不是直線的，而更像是波浪，它會逼着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早期文明的上限到底在哪裡。注意，我不是說神話都是真的，我說的是我們可以把很多傳說都拉進同一套審判框架，比如香巴拉、黄金國、山海經裡的某些地理記載，誰能拿出物證、年代層、複合採樣，誰就能往前走。拿不出來，那我們就繼續讓它留在故事區。真正會被改寫的不是神話，而是我們對人類潛能的上限認知。我會為此興奮，因為這說明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的邏輯盲點等着我們去點亮。其實錄到最後，我反而一直在想一件事：亞特蘭蒂斯最迷人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它有沒有被找到，而是它一直在逼着我們問同樣一個問題：我們現在所相信的一切，到底是證據一層層支撐起來的，還是被一個講得足夠漂亮的故事拖住的？因為真正危險的，往往不是文明走向終點的那一刻，而是他開始相信自己已經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的時候。如果有一天我們也搞錯這一點，那我們這個文明最後會不會也變成別人嘴裡的一個故事？這裡是信息局外人，我不負責給你們提供答案，只負責把問題拆清楚。